赵露思直播报近况：许我要演爆火收大量剧本，近期仍不拍戏。赵露思在直播里说不想拍戏了。她穿着白毛衣，头发随便扎着，面前摆着块小蛋糕，整个状态松弛的不像个当红演员。然后她突然告诉观众，现在剧本堆成山也不接。弹幕立刻疯了。粉丝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在许我要演爆火后选择停下来。这部剧的成绩好到能让同期作品黯然失色。按照行业惯例，这时候应该趁热打铁，但他偏不。他说压力大到曾经考虑过去卖烤肠。这话听着像玩笑，可他的表情让人确信他是认真的。不对，应该说他是用玩笑的语气说了真话。内娱的运转模式已经固定化了，一个演员爆红之后，必须无缝进组保持曝光。这模式运行多年，没人质疑过它的合理性。赵露思的暂停项突然按下的休止符。他提到那些堆积的剧本时，语气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这种冷静反而让他的决定显得更坚决。也不能这么说。那可能只是一种疲惫到极致的状态。粉丝在直播间疯狂催促新作品。他看着那些弹幕，轻轻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计算流量变现的效率，演员被当成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会让人产生错觉，觉得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他突然提到烤肠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校门口那个卖烤肠的大叔，他总是慢悠悠地翻动着烤肠，从来不着急。这种联想可能没什么意义，但确实跳进了脑子里。选择停下来需要比继续前进更大的勇气，特别是在所有人都期待你奔跑的时候。他的直播撕开了内娱光鲜表面下的真实困境。演员在流量和口碑之间艰难平衡，在艺术追求和市场规律之间反复挣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赵露思的选择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加速的时候，他选择了减速。这或许就是他保持清醒的方式。许我要演的数据确实惊人，腾讯热度突破3万，抖音话题播放量50亿，海外11个国家登上榜首。按照行业惯例，这时候应该立即接拍新戏，最好1年拍3部，这才符合顶流的标准操作。赵露思的选择不太一样，她仔细计算过自己的状态。之前连续拍戏太辛苦，杀青后睡了整整7天，才感觉恢复过来。现在他更想学做菜，或者摆个烤肠摊。说完自己先笑得不行，又补充了一句：要是遇到特别好的剧本，说不定半夜会改变主意，但眼下绝对不可能。这个态度很明确。他直播时那句话藏着东西。说大家越喜欢许我要演，他就越担心下一个角色会翻车。这种压力背后是合约纠纷。他和银河酷娱的矛盾从8月就开始了。当时他在微博直接公开指责公司从工作室账户划走205万，还贴出了重度抑郁的诊断证明。不对，应该说是医疗记录。合约要持续到2030年。公司被指在多个环节阻碍他的工作安排。许我要演能够播出，但没有任何宣传配合，那种冷处理的方式很说明问题。他说近期不接新戏，这根本不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他确实动不了。整个局面就像被卡住的齿轮，每个环节都转不动。艺人和公司之间的信任已经完全破裂。那张诊断书放在那里，白纸黑字，但事情远比表面复杂。现在的情况是双方都在僵持，谁都不愿意先退一步。这种对峙最终只会消耗掉所有可能性。
他提到压力时的表情，那种细微的停顿，比他说出来的话更值得琢磨。赵露思最近的操作被贴上了反内卷标签，这种标签意外地让他收获了不少好感。有人找到去年夏天拍戏时的现场照片，他在将近40度的天气里穿着厚羽绒服，凌晨3点多还在片场吃盒饭，发着高烧被钢丝吊在半空。这根本不是偷懒，是不能再倒下一次了。现在的小花们总怕失去曝光度，一年接4-5部戏是常态。唐嫣那部古装剧之后，连续3部都没什么水花。赵丽颖倒是停了2年，那部宅斗剧让她又回到一线。慢有时候比快更难，但也更值得。许我要演那个叫许妍的角色有点意思，她从软萌主播变成黑化女王的过程，那句台词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打转。好女人得到名声，坏女人得到一切。这话太锋利了，直接划开表面那层纸。离婚后职场逆袭那段戏，抖音上到处都是剪辑，播放量早就过了100万。有人把台词打印出来贴在办公桌上，说许妍替自己扇了职场 PUA 一巴掌。这种共鸣来得实在，比硬炒 CP 值钱。不对，应该说珍贵多了。现在想想，许妍那个角色最打动人的是她把很多人心里想过但没敢做的事给做了。办公室里那些憋屈，职场里那些算计，她一个个都给对了回去。抖音上那些二创视频我刷到过几次，有个画面记得特别清楚，许妍踩着高跟鞋走过公司长廊，背景音乐配的是首老歌，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闷热夏天里突然刮进来的一阵凉风。角色能让人产生这种程度的共鸣，确实难得。赵露思在直播间被人说再不拍戏就过气了，她回得挺干脆，热度靠的是作品，不是刷脸，接烂戏才是真的完蛋。这话听着耳熟。朱一龙爆红后也躲着偶像剧走，闷头拍出人生大事，直接拿了影帝。有时候停下来比往前冲难多了。不对，应该说需要更多底气。现在谁还敢这么干？数据调一天团队能发30条消息。我记得朱一龙那会儿连红毯都很少走，就穿着那件总被拍到的大衣在片场打转。刹车可比踩油门费劲。得先看清路在哪。赵露思对着镜头举起玩偶，突然蹦出那句景德镇鸡排哥的台词：做完你的做你的，你行你也行。他念得特别认真，认真到有点好笑。谭木当时就炸了，他后来解释这个行为，说那个网红提供的情绪价值远超6块钱的鸡排。这话听着像玩笑，仔细想又挺对。情绪价值这东西现在确实比实物商品贵。演员休息时刷短视频不算偷懒，他在积累素材。那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说不定哪天就变成某个角色的细节。这根本不是摆烂，这是在给下一部戏充电，用最生活化的方式。他摩挲着水杯停顿了几秒。前年续的约还有4年才到期，对方确实不用着急，难受的只有他自己。这句话不小心掀开了行业里常见的合同问题。艺人可能很快走红，但解约过程会拖很久，足以耗尽他们最好的发展时期。粉丝们在讨论区急得不行，有人提醒他先把合同收好再考虑新工作。赵露思这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反而显得特别，别人在忙着热搜和炒作，他却出现在菜市场讨价还价，考了个潜水执照，还公开说要留时间给自己。这种选择不太寻常，它更像是对行业常规的一种无声回应。